铸剑师欧冶子于上古年间创造10柄神剑，并给予言10剑合一，有改天换地之能，日月失色之力，得10剑，号万剑之主，天下无敌。来了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还是乖乖将你所有的神剑都交由老衲来保管吧，以免你大齐国生灵涂炭。就你们这帮三教九流的杂碎，不怕死就来。少跟他废话！今日谁能得到神剑，谁就是万剑之主。这不好！此乃万剑之势，这已经有毁天灭地之能，谁也挡不住。大齐境内，神鬼进行。好，周一，你不愧是我大齐的栋梁，果然是英勇神武啊！来人，赐酒。启禀陛下，6大门派贼心不死，恐有后患。微臣现在还不是时候喝酒，先告退。不忙不忙。周一啊，别着急走呀。今夜你立了这么大的功，你若走了，朕怎么杀你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狗没有利用价值了，只能被放来吃肉，要不然，万一他是主，可怎么办呀？我没死。你怎么还在睡啊？杨家千金带人来退婚了。退婚？我这是回到了10年前。我杨秋月的夫君必须要是神剑主，而周易只是一个连剑都提不起来的废物，怎么能够配得上我呢？秋月，你怎么拿周公子和我比？杨姑娘，此事还能不能商量商量？这件事要是传出去，我们周家名声毁于一旦。这与我何干呀？是周易他自己不争气，连剑道入门都入不了。这当了18年的废物，我要是他，早投河自尽。爹，你们，爹，杨秋月，我家少爷从小真心实意对你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他？真心？他周易若是玉衡剑主，我杨秋月就是为奴为婢也心甘情愿。可是他就是一个连剑道都入不了门的废物。玉衡剑乃是10大神剑之一，我大齐国的镇国神剑，而我的魏郎是最有可能拔出玉衡剑的天才。明日便是3年1度的取剑仪式，我劝你们最好乖乖识相一点，签下这退婚书，不然等我的魏郎成为玉衡剑剑主，第一件事情就是灭了你们周家。前世父亲为了这次退婚才欺负妻，不到半年就郁郁而终，这样的事定然不会让历史重演。你们想退婚是？好，答应你。杨秋月，天涯路远，江湖水深。昔日你瞧不起的废物，他日一定会扶摇而上，一飞冲天，成为万剑之主。所以，
今天不是你杨秋月退婚，而是我周易休妻。你竟然敢休了我！万剑之主，你一个连剑都提不起来的废物，敢说这么大话！昔日魔科剑主，23岁弃佛修剑，一日入门，半年悟道，一剑斩断南朝5000里。你怎么就知道我不会是下一个魔科剑主？好大的口气！没错，当然，我的天赋是比不上魏公子，毕竟我不会见别人的破鞋。你破鞋剑主，这个名号不错，绝对可以名留青史。找死！魏郎，别跟他废话。等你明天取出了玉衡剑，成为玉衡剑剑主，就荡平他们周家，鸡犬不留。拿着钱，今晚赶紧走吧，别怪我给你娘了。爹，你放心，他是拔不出玉衡剑的。那为什么整个京都的人都在说他是百年不遇的剑道天才啊？因为我才是玉衡剑主。你是怎么样的人？当爹的我还不知道吗？神剑主，那可是齐地见了都要礼让3分、万人敬仰的大人物。周家祖坟还没冒烟，你在这儿做什么白日梦呢？啊，爹，我拿着这钱，带着小离赶紧走，就当我周家没你这杆儿。我真的拔出了玉衡剑，不但玉衡剑10把神剑我集齐了9把，差一步我就是万剑之主了。哎呦，再走我让你当扫帚剑主！快走快走，别气了啊！这老头还那么固执。少爷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明天还去玉衡剑场吗？去？怎么不去？不拿到玉衡剑，怎么让那对狗男女付出代价？不是，当年你来我大齐布道的时候，就曾经向朕许诺，至少要帮朕集齐9柄神剑。现在都5年了，朕就想问你一句，神剑呢？明日午时，玉衡出世。10大神剑排名第5，玉衡。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同凡响。今日我大齐天才齐聚一堂，不知谁能拔出此剑，成为玉衡剑主。我大齐这玉衡剑都已100年未曾出鞘了，100年期间也确实出过不少经验绝伦的剑客，却无一能获得玉衡的认可。依我看，难呐。我听说魏家公子明轩资质超绝，那是剑道的天才。长老，6子小子资质平平，才到稀疏，算不上什么剑道天才。魏公子可谦虚了。本公子还真不是谦虚啊！昨日我遇到一个人，他说想做万剑之主。什么？忘川换离，魔科玉衡，只有集齐10柄剑为合一，才能称为万剑之主。普天之下，连5柄都没集成，这是哪来的狂徒啊？此人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便是周家18年未入剑道的长子周易是也。我以为还是什么惊艳的人才呢，原来是一个刚入剑道的黄口小儿。正所谓无知者无畏，恐怕也只有这种匹夫才能说出此等大话呀。本公子昨日还以为他是同我空口说大话，没想到今日在众阁老面前现场，真是滑天下之大吉呀！你这人怎么如此蛮不讲理？难道整个大齐只有你能拔剑，我家少爷就不能拔了吗？周易啊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在这儿丢人现眼。我要是你的话，就趁早找个风水宝地躺进去，以免这下辈子呀还做个猪狗不如的废物。公主到。周易，林安，参见公主。免礼。今日凡是我大齐未籍贯子民，谁都可以上去一试。剑道高低并不重要。我宣布玉衡剑取剑仪式正式开始。我先来。这往年可都是陛下或是太子前来举办取剑仪式啊，怎么今年改成云安公主来了？
我听说陛下为了激发各位青年才俊的斗志，要把临安公主许配给能拔出玉衡剑的天才。什么？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看来这玉衡剑还得魏公子亲自出马才能降服啊！说大齐青年才俊，舍魏公子骑谁呀？要是连他都拔不出玉衡剑，那这一辈年轻人恐怕就没有谁有这个福分了。区区玉衡剑，本公子出马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我可不像某些废物，只会说大话，却不敢上台。魏郎加油！哼，人家都不带搭理你的，你还恬不知耻的贴上去，真不要脸！哼，那又怎么样？等我的魏郎成为玉衡剑主，我给他做情妇，我也愿意。放心吧，没有大义力、心性不坚韧者，拔不出玉衡剑。少爷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他真要拔出来了！哎呀，苍天呐！我大齐终于要出一个10大神剑主了！3、2、1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魏公子都拔不出来，难道真是天要亡我大齐吗？你这老头瞎说什么风凉话？我家少爷还没上场呢，不能让他拔剑，他就是一个连剑道都没有入门的废物，不能让他拔剑。算了吧，一个只会放大话的庶子，吃了也是白吃。是啊，本宫说过，凡是我大齐子民皆可一试。你们把本宫的话当放屁吗？是。老朋友，好久不见。剑者当临兵相见，斗法不去修无敌之心。天王驾驶当一剑开天，地藏开心当劈山裂土。万马驾驶，你有一剑。诸位，你们感没感觉到这大地的抖啊？啊！剑齐！玉衡剑被他拔出来了！哎呀，苍天呐！我大齐的玉衡剑剑主原来是他，周家的周易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他就是一个剑道未入门的废物，玉衡剑怎么可能会选择他？对，诸位，你们刚刚已经看到了，魏郎已经把玉衡剑拔出了半截，本应该是魏郎拔出来的，只不过让周易上前捡了一个漏。这玉衡剑应该属于魏郎呀。诸位，你们仔细的想一想，那周易只是一个剑道废物，他拿着玉衡剑，这对我大齐毫无作用。而我魏郎百年一遇的剑道天才，这玉衡剑在他手里，才能扫平八方来敌，扬我大齐国威啊！好像是这个理儿。宝马配英雄，神剑就应该掌握在高手的手中，才能发挥出威力呀。可是，毕竟玉衡剑是周易拔出来的，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讲道理？玉衡剑在我大齐国中，理当由我们掌管。如果说事后多给周家一点补偿就是了吗？周易，交出玉衡剑，否则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你可真无耻！你们不去拔，现在我家少爷拔出来了，你们居然还敢有脸说交给你们处置？有本事你们怎么不自己去拔呀？有你说话的份儿！周易，把玉衡剑交出来！你一个废物，你不配拥有它！配与不配，玉衡剑就在这儿。诸位若是不服，尽管来取。玉衡剑，只要定，找死！少爷小心！
怎么回事？魏公子怎么突然败下阵来了？老夫行走江湖多年，怎么没看清周易方才是什么招数？这飞沙走石，涤荡沧海，他居然掌握了剑气外发。魏郎，你怎么样？这就是你跟我说的废物！滚开！居然连老子都敢骗！周易，老子想要的东西有没有抢不到的？今日就让活着走不出这个剑场。那正好，我也看上了你的项上人，拿来祭剑。你俩住手！父皇，您来了。魏明轩，你跟周易都是我大齐的天之骄子，怎么还闹起内讧，大动干戈呢？陛下，微臣不敢内讧，请陛下恕罪。陛下息怒，陛下息怒。陛下息怒！大胆周易，你为何不跪？以剑为己，顶天立地，只跪苍生，不跪君主。陛下，此人藐视圣威，不跪天子，按照大齐的律法，当斩。好气魄！诸位平身吧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玉衡监主身怀大志，是我大齐之福。来人，上！天佑4级，木化神恩。周易拔出玉衡剑，当为新任剑主，特赏黄金1万两，再封彻侯，以彰大齐天子之怀。彻侯，好呀好呀，我们少爷出息了，都成侯爷了。大胆周易，你还不谢恩？封侯非我意，周易但求一事。靠关后路都不要。周爱卿所求何事啊？直说无妨。听闻陛下剑道乃大齐第一，周某不才，想跟陛下同台较武，一分高下。什么？周易有陛下比剑？大胆逆贼，你敢对陛下比剑？来人呐，护驾！护驾！周易，虽然你是玉衡剑主，但也要懂忠君爱国，陛下面前拔剑，万万不该呀！老夫知道你拔剑自是有功，可是你入剑道时日尚短，你跟陛下比剑，那就叫以卵击石。陛下，周易胆敢挑衅皇威，意图谋乱，还请陛下下旨意，将此人就地格杀，以正朝纲。陛下，只杀周易一人也太便宜他了。对于此人，应该满门抄斩，诛九族，杀全家，鸡犬不留，这样才能重振我皇室威严。你们好狠毒的心肠！那成了，周易，朕再给你一次收剑的机会。陛下莫不是怕了？桀骜不驯的雄鹰需要最强的猎人才能驾驭。周易，你若赢了朕，整个大齐任你挑选；输了，有你好受的。父皇，不要！怎么？难道你也觉得朕怕了？不是，儿臣只是担心您的安危。哼！周易，我大齐以武立武，想当年，朕就是拿着这把镇国剑，一步一步杀朝皇位。你若现在后悔，还来得及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陛下若是一直沉溺在往日的荣光，待会儿可要小心，毕竟刀剑无眼。少爷加油！公主不必担忧，陛下剑道出神入化，绝非常人所及，不会有事的。周易可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还敢和皇帝比剑，找死！有些人就是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，注定猖狂不了多久。哼，我家少爷可是要成为万剑之主的男人，不像某些人，口号喊得震天响，关键时刻就掉链子。你这个小贱人，这轮得让你说话？本宫面前，你也想动手？公主恕罪。3息已过，比剑开始。就这么杀了这个皇帝，太便宜他了，还会受到国运反噬，万劫不复。我要让你在愿望成真的拿下神坛。
本大姐是你想出一阵魔剑斗阵的，使得神剑果然名不虚传。剑断贯落，强如陛下，在玉衡剑下竟然走不过10招。哎呀，真是深不可测呀！少爷赢了！玉衡出世，周家周易为玉衡剑主，速来！赵爱卿果然英勇啊！朕刚才说过，你若赢了，大齐境内任你挑选。说吧，想要什么封赏？前世欠你的，别再听招不回来。周瑜，不要临安，什么？少爷不当侯爷，这都驸马了？正合朕意。朕本来就想把临安许配给玉衡剑主，既然你俩郎有情，且有意，那朕就宣布启禀陛下，楚国发来国战帖，说是7日之后，幻离剑主将来我大齐挑战周公子，若是输了，不仅要交出神剑，还要割地3000里啊！陛下，国战帖，国战帖一旦立下，就代表两国不战不休；我若不接，就代表我大齐软弱可欺，其余诸国将会不宣而战。我大齐剑主刚刚得到神剑，还不熟悉神剑剑法，他怎么会是幻离剑主的对手啊？朕决定让周易拜入国师门下，修习剑道，以备7日后国战。臣领旨。你可别小看我们这位国师，他呀可是神级阁的真传弟子，女子剑道的魁首，你跟他好好研习。老爷夫人，少爷回来了。什么？这小子还敢回来？爹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现在魏阳两家正在满世界找你，我打死你这个不听话的畜生！你，老爷，消气，你先听一儿把话说完嘛。爹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是一般的爹了。什么？从今日起，你就是玉衡剑主的爹，整个齐国身份最尊贵的人。玉衡剑。老爷夫人，今天少爷不但成功拔出了玉衡剑，还一招击败了魏明轩，成功和临安公主定下了婚约，成为咱们整个大齐国最年轻的新贵。哎呀，老爷，我没有在做梦吧？我们一儿真的成了玉衡剑主了！哎呦，什么老爷？从今往后叫我玉衡剑爹！哎呀，苏青国师，虽说你贵为周易师傅，但我跟周易之间毕竟是有婚约在身，有些话林安就直说了，还请国师见谅。公主但说无妨。林安请国师大人记着，在教授周易修行期间，恪守师徒礼仪，不要动一些不该动的念头。公主此言何意？没别的意思，请国师记得林安的话就好，否则本宫就拆了你的国师府。周易，给你糖葫芦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糖葫芦？还是城北徐家的。往后余生，你的糖葫芦我包圆了。公主，等等我呀！周易不知国师想要什么，所以并没有准备什么拜师。无妨，本座并不缺什么身外之物。哦，是吗？我这儿有3本神机阁剑法，都是非关门弟子不传之剑法，挑一本吧。这3本剑法，我都不想学。那你想学什么？我想学《神女心经》。
容我考虑一番。国师要是考虑好了，今夜辰时在厢房点亮一盏灯，到时候徒儿定会前来赴约。卦象显示，周易是最有机会集齐10柄神剑之人。可是他与莲安公主的婚约，谁？是朕。你来做什么？周易这个人给朕很难驾驭的感觉。朕昨天跟他比剑的时候，甚至还从他身上感受到了一丝杀气。朕就想来问问你，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杀了他，夺回玉衡剑？神剑一旦认主，若剑主死亡，神剑就会自我封印，直到下一任剑主出现。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时机未到。好吧，那朕再等等。反正你答应过朕，迟早都要帮朕集齐10柄神剑，倒是不急于一时。陛下英明。怎么不点灯呢？朕好像从来没有克扣过你的俸吧？不要！不要什么？陛下，臣有些乏了，请陛下回宫。好吧，还望国师不要忘了给朕的承诺。放心，等朕成为万界之主，那大齐的国运，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哎呀！大胆下我贼，竟敢擅闯国师府！你才大胆，你敢打朕了！哎呀！还朕？你要是朕，我就是你爹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来人啊，抓贼了！国师府进贼了，先要跑的贼人。原来齐地与国师的交易就是大齐国运，倒是好算计。国师，我来了。周易，许你势不两立。总有一天，我魏明轩要把一切都夺回来。玉衡剑是我的，莲安公主也是我的。魏明轩，你命才是天之骄子。魏郎，消消气嘛，区区一个周易，等7日之后，那幻灵剑主到来，他还不是一样死无葬身之地？也是。届时，就算我得不到，也轮不到那个剑主。一个废物剑道也想当神剑主，简直是痴心妄想！哎，不是，你这是要谋杀亲夫呀？你我既然已有夫妻之实，那你和林安的婚事必须要有个了断。你修炼神女心经，需两人心意相通，且7日之内，女子会经历七情转换，喜怒无常。我知道了，神女心经，七情转换。你是我乃肃清度之情。今日本座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你和林安退婚，要么本座亲自去杀了他。不是，放心，7日修行之后，我立马向林安公主退婚。不错，你要是下不去手啊，本座替你去。不用，林安公主就一小丫头片子，哪有国师魅力大呀？我能受到国师的青睐，那是3生有幸。天哪，公主，你烧的菜好香啊，少爷一定会喜欢。那可不，昨天晚上我们公主为了做这几道菜，可是在御膳房学了一晚上呢，连首席御厨都夸公主的手艺超群，快赶上她了呢。那她也太幸福了吧！能有公主亲自为她烧菜，恐怕全天下也没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口福。我也是第一次做菜，也不知道她喜不喜欢。哎呀，公主你放心吧，只要是你做的菜，少爷肯定会喜欢的。公主，快点走吧。菜都要凉了。哎呀，周易，你在干什么？林安，少爷，你怎么这样呢？林安，你听我解释啊！周郎，你要解释什么？周郎，国师，本宫跟你说过，你要是不恪守师徒礼仪，
对周郎另有心思，我定会拆了你国师府。好，那你试试。不是自降。林安，别闹了。这个逆子，真以为自己是神剑主就可以无法无天了？公主，请放心，这件事我们周家绝对给你一个交代。好了好了，你也少说两句。一儿做事一向稳重，依我看，这件事他说不定有什么苦衷。那有什么苦衷？那不要脸的国师都叫他周郎了。公主，咱们走吧，找陛下取消了这门婚事。你且容我片刻，我亲自去国师府把这逆子抓回来。找到了，公主，这是我家少爷2天前就写好的信，说是让我今天给你。公主，快打开看看，那小子说什么了？是啊，公主，就算要解除婚约，那也要先弄清楚一儿到底在搞什么名堂。我听说这个幻离剑主除了实力超群以外，还是一位难得一见的美人啊！那可不，听说这个幻离剑主年仅28，却是一个十足的妖孽。10岁就获得了幻离的认可，16岁便杀得整个楚国无人敢用剑。去年立冬，他便是一剑开天，杀得整个漫天飞雪都迟迟不敢落下。果真是个妖孽，绝非人力所及。啊，来了！大齐宰相李之年率领百官恭迎幻离剑主。玉衡剑主何在？驸马为了明日御前剑事，正在跟国师修炼。若是剑主有请，老夫派人去通报一声。大胆！整个九州，谁人不知我家幻离剑主的威名？区区一个新晋剑主，竟敢让我家大人去请他，简直不知死活！剑主恕罪，老夫现在就去请。不必了，来战！这都快上3竿了，为何今日御前事件的2位剑主还没来呢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在戏台上说书人嘴里的大人物，都是最后时刻登场的。为啥呀？因为威风呀！通常最先上场的那个都打不过后上场的大人物。不会吧？昨日幻离剑主一剑开天，向周驸马宣战啊！这次就算他先上场，我倒想看他到底该怎么赢。谁说不是呢？周易何在？陛下，今早国师府来报说，周驸马和国师正在闭关修炼，现在正是关键时刻。何时出关？奴才也不知道。哈哈哈哈哈！依我看，周易那个废物，一定是未战先怯跑了。是啊，这要是换作是我也得跑啊！御前剑事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一旦失败，轻者断手断脚，重则当场殒命啊！哼，周易跑了倒是轻松，可我大齐的3000疆土怎么办？难道要白白送人吗？可是明知打不过，他为何要来啊？因为大齐驸马玉衡剑主，今天他就是死，也得死在这擂台上。你说的如此正义凛然，有本事你上啊！我又不是玉衡剑主，我上去干嘛？去问问魏明轩能否出手。是。父皇，敢问魏公子，若是您对上那幻离剑主，胜算几何？现在想让我们魏郎出手，有本事你让周易那个废物过来呀！只要你们能说服幻离，不用幻离剑，那本公子还有5分的把握。幻离剑主天分绝非常人，即便不用神剑，能有5分把握，也是天大的福分。由老夫3人豁出脸皮前去一试。等等，本公子还没有说要出关的条件。魏公子但说无妨，只要你能为大齐赢下此次御前剑事，保住我3000国土，老夫即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。我要临安公主，而且不论胜败，只要本公子出手，陛下就能将临安赐给我。什么？你只管禀告陛下，他要是不同意，就眼睁睁的看着大齐颜面扫地，成为整个九州的笑柄吧。哼，你周易就算是玉衡剑主，
照样连自己的女人都保不住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堂堂公主将我魏云轩胯下承欢。陛下，这是在威胁朕。父皇，我不同意。不同意？你不同意？你把周夜那个废物叫来啊！陛下，如今周易怯战，要是不让魏公子上去与幻离剑主战上一场，我大齐将颜面无存呐！魏明轩，朕可以答应你的条件，但是朕也有条件，你必须撑过50个回合，否则朕拿你质问。父皇，好了，我大齐绝不能畏战先怯。你身为大齐的公主，当以大齐的颜面为重。好，你们不就是想让人下去打一场，保存大齐颜面吗？我去。大齐长公主临安，请战幻离剑主。我去啊！怎么是连公主上场？公主怎么来了呀？恐怕真如魏公子所言，周易怕死，已经跑路了。如此行径，真是大齐之耻！不配！玉衡剑落在周易这种人手里，真是瞎了狗眼！竟然让自己的女人出来当天受死！临安公主，快下来吧！为了周易这个懦夫，不值得拼命。你不是本座的对手，让周易上来。他正在闭关的关键时刻，今日我来陪。本座已经给过你机会，若你执意找死，本座便不会在手下留情。完蛋完蛋！幻离剑主可是能一剑开天的仙人呢！临安公主这次恐怕要香消玉殒了。周易在哪儿？他怎么还不出来？本座只出一剑，若你能接得住，本座便饶你不死。公主，往后余生，你的糖葫芦我包圆了。大齐历武帝12年，林渊公主死于……快看，有什么东西飞起来了！周易，玉衡剑主，周家周易。幻离剑主，楚国云信。周易，别说话了，接下来交给我就好。你打的？本座只出了一剑。战！祝驸马出剑了！来战！祝驸马原来这么强啊！大世界。你让本座很惊讶，用了短短10日就完全掌握了神技，就好像曾经使用过很多年。我的目标是成为万剑之主。万剑之主，我想这是每位神剑主的毕生梦想。多说无益，幻离剑，今天我志在必得，一剑决胜负。神通，如梦幻离。朕即是天命。李之年，你胡说什么呢你？王传剑、幻离剑、玉衡剑，身边神剑全是真的，真是万剑之主啦！本公子左手拿神剑，右手搂公主，全天下谁与争锋？三万，厉害无元气。可失去了利用价值，就只能被捧来吃肉了，要不然可是出了怎么办？万物皆虚，众生皆欲，天地齐扬，万物归一。神通，刹那永恒。
你输了。怎么可能？玉衡剑的神通怎么会如此强悍？竟然能凝固时间！十大神剑之所以加个神字，并不是只多了一个神通而已，只要运用得当。谁说幻离剑所制造的幻境不能变成现实？幻境变成现实，想学吗？我教你。师傅在上，授徒儿一拜。怎么回事？眨眼的功夫，幻离剑主怎么跪下了？那是不是在拜师啊？拜师？幻离剑主拜周驸马为师。这么说，这次御前剑士，我们大齐赢了。公主，我们赢了，周驸马赢了，杀爷为伍。周驸马为伍！苍天保佑，大齐列祖列宗显灵啊！出了这么一位经验裁决的神剑主，后我疆土3000里。神剑，短短10日就有2柄神剑归我大齐，不是果然没有骗我啊！熟悉。拜师就算了，我现在倒是缺一个剑士。云清明白。周毅，你果然没有令臣失望。这次御前剑士，你不但赢了国战，而且还收了幻离剑主为剑士，此番佳话理应流芳千古呀！纵观史书，能获1柄神剑，就可称为当世英雄，威震九州。而能同时拥有2柄神剑的剑主，更是屈指可数。是啊，现已出世的神剑一共7柄，我大齐就独占其2。从今往后，我大齐将傲立九州巅峰了。好，传臣旨意，封周毅为大齐镇南侯，赏黄金5万两，食邑800户，世袭罔替，立下圣明。周爱卿，这次你为我大齐立了大功，说吧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，可以一并提出来，朕全部答应你。那么就请陛下替周毅向南朝、北凉、燕国、西坦、东宇5国立下国战帖。什么？周驸马要我大齐同时向5国宣战？这也太疯狂了吧！周毅，你简直是找死！一口气想集齐已出世的5柄神剑，你是想置大齐于众矢之的，万劫不复吗？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，这是最快集齐10剑，成为万剑之主的方法。就算我们不宣战，他们迟早也会打上门来。不如尽早进去。周爱卿，钱当真，你真的有把握能打败其他5位剑主？那5位之中，除了那位一剑斩断南朝5000里风华的魔科剑主还算有些能力，其他4位甚至还不如云庆。好，朕压上整个大齐，给你赌一把，赢了我大齐便一飞冲天，整个九州再无敌手。陛下，不可呀！行了，这一决传令下去，让葫芦寺即刻向5国下国战帖，10日后来我大齐一决高下，还朕就率大军杀过去，灭他国。啊！陛下，陛下！周毅，我原本以为你是个聪明之人，没想到如此不自量力，妄图一口气吞下5柄神剑。好，本公子很期待10日之后将死无葬身之地。周毅，你这次太莽撞了，一人挑战5位神剑主，古往今来就没有这个先例。我这就找父皇收回成命去。这个不急，给你疗伤才最主要。我的伤不重要，要是国战帖送出去的话，就来不及了。胡闹！神剑剑气一旦入体，如果不及时驱除，活不过2日。好吧。啊！你干嘛？你不是疗伤吗？你脱衣服干什么？这衣物会阻碍真气排出，不但我要脱，你也得脱，要不然排不出真气。我也要脱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那我就把你打晕，然后再帮你脱。你怎么这样？我可是公主。对，但是你要是再耗下去，你就是一个死公主。好，我脱，你转过去。行，我不看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云七也是神剑主，驱除剑气这件事情，他也可以。本宫去找他。死丫头！
我与齐地之间终有一战，莲安，到时你又该如何抉择？国师啊，你觉得周易跟那其他5名剑主一战，胜算几何呀？不足一成。什么？那他为何如此有信心，如此大胆？我不知道。胡说！你不是他师傅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连你都不知道他实力如何，那还能有谁知道？他能短短10日之内把玉衡剑练到刹那永恒，足以见得天赋过人。或许他真的有把握。不是，朕可是压上了整颗大旗，难道只能换来一句你的或许？陛下若是舍不得，大可放走，不向我国发国阵体。朕等不了10年，他让朕感受到了少有的恐惧，也正是这种恐惧，才让朕对他有了信心。对了，坠神伞准备的怎么样？还需7日。好，那就在6国御前剑士后对他下手，朕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果然在这儿。不如趁机杀了他，把玉衡也带回楚国。不好！大晚上的，云姑娘不睡觉，来周某房间干什么？擦剑，擦剑！我这不是周公子的剑事吗？这都是分内的事。想不到白日里端庄典雅的幻离剑主，晚上还有这样的一面。嗨，那都是装的。咱们身为神剑主，整个9州最尊贵的人物，那不得有点格调？这么说，小偷小摸的性格，才是堂堂幻离剑主最真实的一面。这都被你发现了，那老娘无话可说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吗？我要是皱一下眉毛，我就……你知不知道，冰冷的利剑插入身体，体温慢慢离开心脏，灵魂坠入无边的边境，整个世界不再充满光，是什么感觉？你要干什么？我要你随我一起弑帝。弑帝？你要杀齐帝？你是临安公主的父母，齐帝也算是你的岳父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不是我要杀他，而是未来还要杀我。至于临安，不行，齐帝虽然修为不显，但毕竟身负国运，我辈修士一旦动了他，必然会遭受国运的反噬，万劫不复了。魔科剑的神通可以规避国运，魔科剑主就是依仗此事。是不是？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！我身为楚国神剑主，背后代表的可是整个楚国，不能陪你胡来。哦，楚国神剑主夜闯齐国，驸马相防，欲行不轨，被抓现行。你说这个消息要是放出去，会不会惊动整个9州？你再敢威胁本座，我云清就算是死，也不能。事成之后还你自由。行，除了弑帝，10日之后6国御前剑士，你与我一起出手。什么？幻离剑还我。我们计划一下。轩辕玉龙诀，我成顶炉了。走走。叶儿，你与临安公主有婚约在身，又跟国师不清不楚，这现在又把那个什么楚国神剑主带回家，我和你爹
早就想跟你说这个问题了。这男人嘛，3妻4妾很正常，但是你要懂得适可而止。你这还没成婚就到处沾花惹草，将来你的后院还消停得了啊？别人我可不管啊，这小黎可是从小跟你一起长大的，将来你一定要给他一个名分，不然的话，老娘饶不了你。你娘说的在理，哼，你呢？我们也不要求多了，3年之内给我周家孙子孙女各添5个就行。啊！男人可不能说不行。这副药啊，你爹我可是吃了10多年了，效果绝对杠杠的。不，这叫什么事儿？来了。魏公子，照你所言，那个周易恰巧是被神剑认可的一个废物了。那是当然了，要不是我魏明轩把剑拔出3寸，那个废物能拔得出来吗？那他是怎么打败楚国的幻灵剑主的呢？林沁为人虽然有点不正经，但实力绝对毋庸置疑，就连本座都很难说稳胜他。这个周易自以为有些小聪明，殊不知本公子已经识破了他的计谋。敢问在座的各位，谁能一人敌过2位神剑主啊？此次御前剑事便是林沁和周易所做的局。做局？不错，据魏某的线人线报，那个林沁半夜潜入周易的房间，直到早晨才出来。他们俩早有前情，他们就是想趁我们5名剑神御前试剑之际，2人一拥而上，然后强势再拿下1柄神剑，这就是3柄神剑对3柄神剑，立于不败之地。同为神剑主，这对狗男女竟然想要算计我党！所以，我魏某在此提醒在座的各位，明日御前剑事，我们一定要先下手为强，5剑齐发，强势杀了周易，绝不给他反应的机会。哎，周驸马这次怎么来的这么早啊？他平时不都是最后时刻才上场的吗？对呀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周驸马先行站住擂台，其他5国神剑主就只能作为挑战者的身份上场，气势上就弱了3分。高手对决，往往只要稍微露怯，就会一败涂地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哎，大家快看，5国神剑主来了！神剑主来了！哎，周驸马这次一人对战5名神剑主，他能赢吗？这5个人中，国科剑主许念成名最早，一剑斩尽南朝5000里风华，实力深不可测，当属第一，不容小觑呀。其次就是青石剑主严肃，因为其少年时期犯错，被其父处罚，把一根铁棒磨成针，10年间硬生生将一块青石磨穿，获得了青石剑的认可。哇，有啊，厉害呀！对，那是周驸马能战胜幻灵剑主，他的实力应该与青石剑主严肃相符。比起许念，应该差了一分。是啊，所以此次御前剑事，我们首先让比较弱的魏鲁剑主上，再就是绝影剑、巨渊剑主。3城过后，若是周驸马不敌青石剑，那我大齐直接认输，这样最起码白得3柄神剑，算我大齐也不吃亏嘛。你们仨等什么？一起上啊！难道真的要等他们把我们个个击破吗？错了！此打一，周驸马恐怕死无葬身之地，我大齐要完了。父皇，快想想办法！许大师为何还不出手，给周易最后一击？本座身为神剑剑主，但仍以慈悲为怀，不愿意多起手。大师此言差矣。此时此刻，那周易就是案板上的鱼肉，谁杀了周易，这玉衡就花落谁家。倘若您再不动手的话，这玉衡和您可就无缘了。唉，好了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你就让我出手惊吓周驸马吧。周易，我看你这一次死不死！周瑜，少爷！周驸马，
我们5人一起出手，你绝无胜算。你还是早早交出玉衡剑，本座保你性命。果然是大师。谁说我只有一个人？又来了什么？又来了。云气，你果然和周易勾结到一起，你简直枉为神剑主！你们以多欺少就是什么正义之师了吗？哼，就算你们这对狗男女一同上又怎么样？我们这方可是有5位神剑主，就算2打1，也能单拎出来一个。解决你们只是多花点时间罢了。你到底打算怎么做？我可不想死在这儿。你只需拦住许一炷香即可。哼，大的口气！玉衡剑主未必也太不把我等4人放在眼里了吧？无论前世还是今生，就你们4人，还真入不了我的眼。神通，前路在远。神通，内黄梁。神通，后天秦王。神通，绝影。神通，上外永恒。玉衡的神通怎么会如此强悍？别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这小子就是个怪物，排名第5的玉衡剑，竟被他使用出排名第2忘川的效果。相传，神剑榜排名第2的忘川和排名第5的玉衡是一对双生剑，两者神通可以互相影响。他能把玉衡使出忘川的效果，只有一种可能。他也有忘川剑，这怎么可能？神剑榜排名前3的李丧、忘川、寸牙也有1000年未曾出世，怎么可能被他拿到？还有一种可能，忘川乃是时之剑，有回溯时空的能力。周施主在这个时空没有掌握忘川，并不代表未来不可能。忘川剑也在他手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是我要杀他，而是未来他要杀我。原来是这样。臣服还是死？到底是谁？命中注定成为万剑之主的呢？我怎么不交出神剑？休想成为万剑之主！哼！有本事放开我们！都不用神通，真刀真枪干一场，那样我们才能服你。没错，如果不用神通，还能打败我们4把神剑，双手奉上。哦，是吗？不把，不要中了他们的奸计，一旦放到他们4个，他们定会群起而攻之，到时候悔之晚矣。是啊，驸马，对这几个小人，不必讲道理，直接杀了吧！住口！我周易岂是成人之危的小？你们不是想收了神通再打一场？好，答应了。玉衡剑主果然大义，真是令我等敬佩啊！准备好了，我数3、2、1就放开神通。3、2、1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不要再给这个小子施展神通的机会呀！你们，周易，你不讲信用，枉为神剑主！就你们那点人性，还想来考验我？神剑主不用神通，还能叫神剑主吗？我说，这次想怎么死？我不服！凭什么我的神剑短短不到1个月，就超过了我等数十年的苦求？苍天不公！苍天不公啊！我虽拔剑只用1次，但磨剑却已10年。这个天底下从来没有什么天赋异禀，有的只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，别人留下的汗水。还有谁不服？我等愿献上神剑，请玉衡剑主宽恕冒犯之罪。从此九州唯有大齐。大齐的列祖列宗，看到了吗？大齐儿郎号令九州之天了。好啊，你这独等4名神剑主，真是战无数今，绝无仅有的神迹呀！神剑已经够了。许大师，我们还要打吗？周公子，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，只要你如实回答，我可见本座愿双手奉上。许大师是要展示佛门的听心咒。周公子，未来真的有万剑之主出世吗？我就只差1步。哪一步？神剑榜第1，李丧。哦，还好还好，未来周施主没有拿到魔剑李丧，不然整个九州就完了。
许大师为何称李桑为魔剑？啊？难道未来我没有告诉你魔剑李桑的位配吗？应该啊。那是因为许大师还有3年就要作画了。我拿到魔科剑那会儿，你就只剩一副骷髅架子了。那我呢？我未来会怎么样？新年之后，我亲率大军攻破楚国城门，在楚国城门下斩了你的头。拿去吧，反正本座也活不了几年了。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周易，真都想不到用什么溢美之词才能配得上你的英勇神武了。哈哈哈哈！真的有幸能得你相助，不亚于久旱逢甘霖的。哈哈哈哈！陛下谬赞，鄙人力战4大神剑主，带我大齐走上9州之巅。如今往来，我大齐所有风流人物，在驸马面前也都失去颜色。传旨旨意，黄超义为大齐镇国公，向万世供奉，赐香火神位。陛下圣命。跟林安的婚事，礼部已经看过日子了，选定了3日后。等那天，你们俩的婚事要风光大办，昭告天下。父皇，那臣就在此谢过陛下。驸马了，何须多礼啊？周易，是你再不答应我，3日后你就将死在自己的婚礼上。下一步，弑弟屠龙。周易，你接下来要干什么？真要弑弟？弑弟？想杀齐地，咱们还差一把剑。我们现在都已经有7柄神剑了，还缺？用魔科剑杀齐地，虽然能规避国运反噬，但是不能斩断因果，未来他还有仇伤的可能。多大仇多大怨呐！连转世的机会都不给人家，他好歹也是你名义上的岳父啊！你要是知道他未来对我做了什么，你只会下手更狠。10大神剑当中，只有排名第2的忘川剑能斩尽未来，不留痕迹。周施主的意思是想要拿忘川？那可是神剑榜排名前3的神剑，已经有1000年未出世了，没人知道在哪儿的。嗨，我这脑袋，别人不知道，你周易肯定知道。我不知道忘川在哪儿。什么？你不是说未来你只剩排名第1的李桑没有拿到？怎么可能连忘川也没有拿到呢？我是说，我不知道忘川剑在哪。我何时说过我没有取得忘川？等等，我现在脑仁有点疼。你的意思是，未来你拿到了忘川，现在却不知道它在哪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忘川之所以被称为掌握时间之剑，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于这个现实之中。啊！周施主，不妨开手。忘川剑不存在于现实中，因为欧冶子在铸造它的时候，将它丢在了时间长河里。只有在特定的时间、特定的地点，才会闪烁一下。那这个特定的时间是指？不知道，可能是昨天，可能是明天，也有可能在下一刻就出现在我面前。那未来你是怎么拿到忘川剑的？在攻破楚国城门的时候，斩下你头颅的那一刻，忘川剑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你要干什么？我想向你借一样东西，还望云姑娘不要吝啬。主人饶命啊！我可是你最爱的剑师，想亲亲呢。周施主，你不要吓云清姑娘了。好啊你，敢唬老娘！行吧，其实我是在许大师的尸骸上发现了忘川剑，当时这把剑就插在大师的屁股上。好了，别再给老娘打马虎眼了，快说，你打算怎么获得忘川？忘川剑虽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，但是我的玉衡神通刹那永恒，却能短暂定住时间，这就是获得忘川剑的前置条件之一。仅仅定住时间还不够，我们还得想办法把忘川剑从时间长河中取出来。这我们该怎么做？你还记得我和你说过，幻离剑的神通如梦幻离，练到最高境界能干什么？幻境变为现实。用玉衡定住时空，再用幻离的神通具象化出忘川所在的时空，将它从时间长河中取出来。这就是我获得第2神剑忘川的方法。这样能行吗？我也不知道，试试呗。如果不行，再用其他方法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将幻境化为现实这招我还不会啊，怎么办？谁说让你来？就你那点天赋，再给你练50年也不行。
你这是什么眼神？老娘我可是楚国第一天才，你敢说我不行？周施主的意思是想要自己施展2柄剑的神通。可是据我所知，每一柄神剑的真气运行脉络都不一样，强时改变脉络，轻则经脉断裂，功力全废，重则全身血崩而亡。周施主，要不还是让我来吧，给我2个月的时间，我一定把幻离剑神通炼至大成。哦，我们小庆庆是在关心我吗？我呸！谁关心你了？老娘是怕你血崩的时候血溅我一身。改变经脉运行的事儿，许大师就不用操心。早在5年之后，我就掌握其中的办法。只是一会儿我定住忘川的时候，还望许大师护佑周府一二。这是自然。神通，刹那永恒。神通，通晓之剑。怎么在这儿？果然可行。少爷，少爷！小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丽也不知道，我只记得眼前白光一闪，然后我就看见少爷你了。这明明是我想把忘川剑拉进现实，用幻离剑制造的幻境，怎么会把你也拉进来的？啊，少爷，你看那边是什么？周易，拿命来！小黎，你干什么？周易，你杀我父母，把我像猪狗一样养在身边15年，我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！你在说什么？你还在吃奶的时候就被丢在周家门口，哪来的血海深仇？再说了，15年前我才4岁，拿什么杀你父母？你别狡辩，在这边空间里面，你的修为被压制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，拿命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不是小，放开我！究竟是谁？放开我！这究竟是什么情况？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！你究竟是谁？我是小黎呀，我今天早上还给你和夫人做过早饭呢。夫人？谁是夫人？秋月夫人啊，你和杨秋月夫人都成婚好多年了。杨秋月。少爷，你怎么了？少爷，走开，别碰我！不对，岂不对？我从来没有跟杨秋月在一起过，这到底什么情况？夫君，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！逆子，你要干什么？爹，我怎么回来了？哼，不对，不想在家，莫非还想找素清那个贱女人鬼混？贱女人，一个堂堂周家长子，竟然为了一个青楼女子整日买醉，置秋月于不顾，你还有半点丈夫的样子吗？哦，素清是青楼女子。不是的，杨秋月早就和我退了婚，林安才是我的未婚妻，我是玉行界主啊。夫君，秋月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和我成婚也是奉了父母之命，但是秋月自知一直以来没有做错什么，夫君为何如此对我恶语相向呀？你闭嘴！逆子，逆子，逆子啊！不是这样的，爹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。爹，爹！周易，你都干了什么呀？爹！周易，这就是和本公子作对的下场。周易，你从小窝囊到大，连我们魏郎的一根脚趾头都不如。周易，给本公子跪下，喝3000个响头，我就放了你。灵儿，不要啊！跪呀，少爷，跪吧，不丢人。小林，逆子，她可是你娘，生你养你的娘啊！求求魏公子，大人有大量，放过她呀！跪下，磕头认错。跪呀！跪下呀，跪呀，跪呀，跪呀！跪下！
跪下！跪下！老乖，咱不想跪啊，就不跪。娘，周易，你连保护自己亲人的能力都没有，简直就是个废物！废物！你轩！周一，你想杀我父皇？瓦莲，你听我解释，是齐帝他想杀我。别说了，你接近我，就是为了向我父皇报仇。莲安，你听我说。够了！本宫不想听一个弑君的反贼废话，受死吧！莲安，这是我跟齐帝的恩怨，与你无关。无关。他可是我的亲生父亲，养育了我10多年的父亲，你要怎么与我无关？我不忍心看着你杀了父皇，更无法接受父皇杀了你。不是这样的，不该是这样的，不！你知道为什么？明明你才是最有希望成为万剑之主的那个人，我为何还会选择齐帝？因为他身负国运。没错，我神机阁确实是需要一位身负国运的万剑之主，才能破除天道立下的诅咒。但这不是关键，只要你登基称帝，建立一个新的王朝，有我辅佐，不出10年，绝对开辟一个盛世，到时国运自然不成问题。那到底是为什么？你的心，你的心不够狠，你永远拿不到神剑榜排名第1的李丧，而齐帝可以。魔剑李丧，你一直知道他在哪儿？没错，不止李丧，10柄神剑，我神机阁都知道具体位置和获取方法。心不够狠，要获得李丧剑，究竟需要什么条件？你不会想知道的。正如这忘川剑所设下的试炼，换做齐帝，不出半个钟头就能杀出来，而你一直沉迷其中。放弃吧，再往前走，你只会越陷越深，付出比之前更加惨痛的代价。按你所说，如果我不去阻止这一切，10年之后，齐帝为了得到李丧剑，会做出我永远不肯做的事情，所以我必须去。果然聪明，祝你好运。你究竟是谁？肃清还是忘川？你猜。夫君，你没事吧？我好像做了一个很久的梦。梦？少爷、夫人，该起床了，老爷还在外面等你们呢。是啊。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，就你这样，你还怎么养家呀？老爷少说2句吧，月儿这不是来了吗？爹，我已经跟父皇说好了，让周郎挂清平郎头衔，进翰林院念几年，等资历攒够了呀，我们就给他委以重任，至少不会低于5品。齐帝，公主有心呐。咱们周家能娶到公主，真是祖上冒青烟了。不，我不去。臭小子，你又发什么疯啊？人家公主给你安排好好的，你干嘛不去呀？周郎，我知道你不喜欢外人说闲话，说你靠女人才能成事，但这件事情对你、对我还有周家人来说，都是最好的结果。齐帝，我必须杀了他。周郎，你一定要搞得兵戎相见才甘心吗？像现在这样，大家一家人在一起和和睦睦的，不好吗？对，这是我想要的生活。但是有些事儿
我必须去做。有些债，只有靠血才能洗刷。周郎，留下来吧。留下来，留下来吧，叶儿。少爷，留下来，别走。留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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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来，叶儿。留下来。启帝，周易，你不是早就死了吗？为何还会在朕的皇宫？你是10年后的启帝，实践当中，只有排名第2的忘川剑能斩尽未来，不留痕迹。10年后，朕明白了，你是通过忘川剑重生了。哼，朕当日用忘川剑杀你，就是想斩断你重生轮回的可能性，没想到居然把你送到10年前。忘川剑只有配合魔科才能斩断，你终究还是输在了剑道之上。这次我来杀你，你放心，我会将你杀得干干净净，绝不会在这世上留下你的一丝痕迹。周易，咱们2个人之间又不是什么死仇，有事好商量嘛，对吧？这样，这以后把国师安排给你，然后再把林安许配给你，咱俩化干戈为玉帛，如何呀？我周易为大齐付出汗马功劳，却被你这个昏君狡兔死，走狗烹，你还说不是死仇？就是说没得谈喽。只有你死了，才是对我最好的补偿。你真的以为吃定朕了吗？前世你都没有放过，还希望我这一次放过你吗？你懂个屁！朕所做的一切全是为了大齐，只有朕成为了万界之主，才能与天齐手，才能让朕的大齐永远傲立在九州之巅。这是朕的王道。而你也不是从一个小小的家族中走出来的废物。哼！别忘了，当初若没有朕帮你，早就死在魏明轩手中了。为何不能成全朕？为何不能敢敢的成全朕？你们这些大人整天只知道把家国大业挂在嘴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被你们瞧不起的蝼蚁，他们心中也有一口气不吐不快。他们想问，凭什么？凭什么老子要为你们的野心牺牲？他们想说，去你们的王权大业，老子也是个人。好，这可是逼朕的。行，既然10年后咱俩还分不出胜负，朕就去10年前陪你好好玩玩。你永远都逃不出朕的手掌心，绝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了。不好！成功了，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行。周施主劫人自有天相，佛言自然是虎。但是齐帝来了。齐帝，他人呢？我怎么没看见？我说的是未来10年后的齐帝。10年后的齐帝，这怎么可能呢？难道是忘川剑的缘故？这也太玄乎了吧！齐大师，告诉我，获得李桑剑的方法到底是什么10大神剑有8柄都在周施主手中，所以齐帝想要与周施主抗衡，唯一的机会就是拿到魔剑李桑。对，空想之界中，国师曾跟我说过，获得李桑剑的方法我永远不可能做到，但对于齐帝来说非常容易。沈继阁果然知道魔剑李桑是怎么炼制的。炼制？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李桑，或者说每一柄剑都能成为李桑。朕明白了，只要心存执念，就可以回溯时空。来人，宣国师肃清进谏。国师，炼制魔剑李丧的方法就在这卷轴中。殿下，
前还以为要找到神剑榜第1的李丧剑有多么困难，没想到如此简单呐！相应的阵法，本座已经派人刻画完成，只要精血一进入，便能启动。好，小宝子，传令下去，让大齐各州的指挥使杀！屠城？没错，想要炼制李桑，需要屠杀100万百姓，收集其怨气，精血引入特定的阵法当中，方能炼成。这正是李桑被称为魔剑的原因。不行，我们必须阻止他。炼制李桑的阵法一旦打开，除非建成，否则无人能破。周易，这次你们过不去，滚！周易，你以为我们没了神剑就不是你的对手了吗？实话告诉你，国师给了我们几样法器，以燃烧寿命为代价，足以拖住你1个时辰。肃清到底承诺了你们什么？竟然愿意以死替他卖命？他答应给我们尊严，事成以后还我神剑。我们3人本是一国神剑主，受万千百姓敬仰，而你却非要剥夺我们的尊严，恨不得食如肉，亲如皮。御前见事，愿赌服输。我已经饶过你们1次了，你们非要找死，那就怨不得我。周施主，且慢。俗话说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本座与你3人尚有交情，你劝上一劝。王施主、严施主、宋施主，神剑虽好，俗话说，得我者幸之，失我者命之。倘若非要执念于过去，终将被其困其一生，郁郁而终。何不敞开心往前看？依然有大好的年华在啊！看你奶奶个腿！许大师果然是典型的墙头草，现在周易势力大，当然帮着他说，亏他还是1代大师，简直不当人子！呸！贾秃驴，你不是想进去救人吗？行，有本事你爷爷我裤裆底下钻过去！庶子，胆敢辱我！许大师不是说去劝他们吗？怎么打起来了？能一剑斩断南朝5000里风华的魔科剑，向来不是什么好脾气。结阵！这也是年轻10几岁，定能将几个满嘴喷粪的家伙打出师来。已经够了，许大师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所以，这可是连接整个大齐龙脉的法阵，别说是你，就算是万剑之主来了，没有1炷香时间，别想打破它。等国师和齐帝练出魔剑李丧，就是你们的死期。我到时让你跪坐在本座面前，眼睁睁的看着我是怎样一刀一刀活剥了你的全家老小。你们似乎很自信。那是为了驱动整个大齐龙脉，我等3人是花费了整整50年的寿命，要是连1个时辰都挡不住，那岂不是笑话？周易，别白费力气。要我是你，就趁现在还有点时间，找个风水宝地躺着，免得等会儿遭罪。让我来！老娘就不信他们3个能一直躲在乌龟壳里。你们3个有种出来跟老娘真刀真枪的干上一架！一直躲在乌龟壳里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史书是由胜利者书写的，今日要是我们胜了，后人只会夸赞我等宰相肚里能撑船，而不会在乎我们究竟以何种方法胜利的。周施主，你想到办法没有？再想不到办法，等第1批精血引入李桑，就来不及了。就他一个徒有运气的小贼，能破开我们50年寿命的法阵？别做梦了！看来只能用忘川了。许大师，以我现在体内的真气，只能勉强驱动忘川1次。如果在这里用，等会儿见到齐地的时候，还望许大师多加费心吧。为了百万民众的性命，本座定能义不容辞。忘川，天葬归墟。怎么回事？这生命力在流失。我也是，是忘川镇的神通，快阻止他！你们3个继续躲在乌龟壳里啊？怎么不躲了？行了，他们已经死了。死了？这么快？天葬归墟会让时间在他们加快数倍，再加上他们压上了50年，能够撑过2期，也算他们命好。竟然没死！我乃青石剑主，青石本就代表长生，50年寿命对于他们来讲那是割肉，
对我来讲不算什么。周公子，也不有一事相求，还请周公子恩准。你是想让我照顾东夷国？没错，我东夷本是边陲小国，现在又失去了神箭主，若没有强者坐镇，等其他邻国吞灭，也是早晚的事情。此事过后，本座将保东夷百年无忧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事已至此，我当死而无憾。第一批精血还有多久到？最多半炷香左右。好，陛下，陛下不好了，周驸马谋反，已经杀到城外了。陛下，什么？这么快？陛下，周驸马那是神剑之主，神剑之威不容小视。郎中恳请陛下暂避锋芒，移步城外吧。陛下，好，你让这往哪跑？人家都杀到家门口了。陛下，行了，别过分了，这还没死呢。李安不是周易的未婚妻吗？你马上就通知魏明轩，让他把李安带到周易面前去。只有周易敢不前踏出一步，就让李安死在他面前。陛下，李安公主可是您的亲女儿啊！陛下，这何尝不知道？就是这为了这100万剑之主，几百万平民都可以杀，也是我自己的女儿吗？陛下，陛下不可啊！陛下，行了，快去，快去，不然就杀了你！是。你引入魔，是让周易给害的，这为了杀他，整整策划了5年。他让全家都害怕，他都寝食难安，只是怕那天下来突然有一兵剑体在这里。周易是你的心魔，哼，他也配？李安，站住别动！我公主的小命可就不保了。李安，周易，周易，你不是很能打吗？一剑挑5，有本事你过来杀我，你敢吗？你个伪君子，绑架女人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还跟姑奶奶真刀真枪的干什么架？姑奶奶，我让你一只手，你敢吗？现在可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时候。陛下与国师正在铸剑，只要李丧剑出事，整个九州都要臣服在陛下的脚下。到时你们几个算什么东西？铸造李丧剑可是要屠杀100万黎民的呀！牛乃修真之人，怎能行如此妖魔之事？还望魏神主放下屠刀，回头是岸，放过莲安公主，让我们过去吧。杀100万有用，关我魏明轩屁事！只要我活着，这九州总有我的一席之地。周易，逞一时英雄算什么？只要活着，才是王道。放李安，少你不死！我魏明轩要是怕死的话，今日就不会站在这里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才能放过公主？不想周易死，只要你死了，就放了林安。不要，周易，你不要管我，你快阻止我父皇！他已经疯了，他为了铸剑要杀我母后！你给我闭嘴！李安，明轩，你再敢动李安一根汗毛，我定灭你满门！不劳你动手，为了给陛下凑足精血，我已将全部族人全推出去，包括杨秋月那个贱人也已经被我推入血池。你好狠毒的心呐！魏明轩，放了林安，你还能回头？齐地的为人，你我都清楚。一个连100万人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可以举起屠刀的昏君，值得你追随吗？回头？本公子已经无法回头了。从你拔出玉衡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无法回头了。本公子才是天命之子，凭什么是你这个废物拔出了玉衡剑？凭什么？我从小到大，所有人都告诉我，我是大齐的天之骄子，所有人都应该顺从于我，众生应该匍匐在我的脚下。拿到神剑也是迟早的事。看来你的业障还蛮严重的嘛，怎么不早点去看看？给我闭嘴！明明我才是天之骄子，为什么？什么不是我拔出玉衡剑？为什么你不能把玉衡剑献给我？为什么？好，我告诉你为什么。你是天之骄子没错，但是你一遇到挫折就怨天尤人，怎能成大器？你问我凭什么？我当了10年的废物，但从来不曾放弃，直到最后抓住了唯一一次一飞冲天的机会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你是你抢走了我的金人，今天我就将我失去的全部夺回来，把剑交出来，快，让我现在就杀了他！好，你别冲动，我给你。不要！
宇恒啊宇恒，你终于归本少爷了！现在我只要你跪下！魏明轩，你别蹬鼻子上脸，给脸不要脸，否则本姑奶奶可不管什么公主不公主，一剑刺死你这狗贼！跪下！魏施主，你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，就连本座都快看不下去了，回头是岸啊！周易，你快走，你快阻止我父皇！给我闭嘴！周易，你今天要是敢走，现在就杀了他，到时候在他尸体上趁热凌辱一番，他死了就给你戴绿帽子。明轩，跪下！周易，不能跪，他这种奸诈小人，你跪了他，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的。周施主，你让我上吧，本座实在是忍不下去了。如果杀了公主，本座以死谢罪。周易，你跪还是不跪？陛下，京城外数十万平民已经被屠杀殆尽，军队还不到1炷香的时间就要进城了。陛下，知道了。国师，李桑坚真的只需要100万人的血迹就够了吗？陛下的意思是，这要是再多杀100万黎民用来祭剑，那李桑坚的法力会不会更强一些？我不知道。据神机阁记载，上一任李丧剑主魔主罗睺，为了祭剑，也只屠戮了120万奴隶。那真就试上一试，看看朕的李桑剑到底能不能胜过传说中魔主的李桑剑。小老子，奴才在，传令下去，让大齐各州的指挥使再给朕杀上100万平民。谁要是敢阳奉阴违，朕灭他始祖！奴才遵命。快去！国师，朕还有个问题，这传说中的神机阁，那可是仙人住过的地方，那样的神仙场所怎么会受到天谴呢？而且还必须要让身负魔运的万境之主才能斩断天谴。仙人？陛下可曾见过仙人？未曾见过。仙人不过是神机祖师为了往脸上贴金杜撰的罢了。至于天谴，跟十柄神剑有关。世人皆知，上古铸剑师欧冶子锻造10柄神剑，名动天下，却从未有人听闻欧冶子是受谁之托才开炉铸剑的。难道是受你们神机阁祖师爷之托？陛下继任大齐皇帝已有30余年，可曾见过妖这种生物？民间传说中时常有妖魔出没，但是据查证，大多是有人装神弄鬼。至于真正的妖，别说是朕了，就是整个九州，也怕是没有几个人见过。上古年间至今不过5000年历史，难道陛下不好奇，为何妖这种生物会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？是因为10柄神剑？没错，上古年间妖魔横行，以圈养人族为食。过车轮高者即可上妖族餐桌，神机祖师不忍再看到人族血肉被妖族利齿咀嚼，遂联合铸剑师欧冶子，铸10剑，杀尽天下的妖族。5000年前，李丧出世需要的不是人族精血，而是妖族。那既然如此，按理来说，神机阁应该就是人族的先圣，有着滔天伟业的大功德。神机祖师就算是成佛立祖也不为过，那为何还会受到天谴呢？因为这天道是公平，他并不会偏向一人一族。神机祖师发动了灭妖战，就要经受妖族灭族后所带来的滔天因果。神机祖师的后人、弟子，但凡成年后，每逢月圆之夜，都要受到来自万千妖族的灵魂在耳边呓语、惨叫。陛下能想象得到那是何种痛苦吗？朕想象不到。朕还有最后一个疑问：既然神机祖师一脉已经受到了天谴，那为何不让他就此断绝呢？反而还要让他的后世子孙继续受这种无尽的折磨？因为神机祖师为人族所做的贡献不应该被埋没，得有人传承下来。朕明白了。第一批精血快到了。好，注意，跪还是不跪？
好，我跪。周易，堂堂玉衡剑主，前几日一剑挑5国，名震九州之人，今日居然跪在本公子的脚下，看来我才是这个天命之子呀！天命你大爷！老娘看你不爽很久了，给我死！大师，剑魔科剑一用，接着。你挡不住的，灰飞烟灭。没想到没成为神剑主，却死在了2柄神剑之下。莫非明轩也算是古往今来的第一人了吧？周易，我不后悔，不后悔。就算是让我再重新选一次，我依然不会放过你。永远不会明白，明明是个天之骄子，却辜负了什么？那是因为你就是个废物，废物！周易，对不起，我没想到父皇会为了神剑，居然变成这样。他是他，你是你，无论他做了什么，都不用你代我道歉。当务之急是赶紧阻止他铸造李丧剑，否则一切都晚了。都听你的，届时见到父皇，我一定会好好劝他迷途知返。我相信，只要我好好劝他，他一定会的。李丧剑，一国丧民，献天祭地，好呀！等建成之际，就是朕成为天下共主之时。想不到啊，你为了一把剑，居然连枕边人都要献祭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嗯。枕边人跟天下共主相比，什么枕边人呢？什么爱人？什么朋友啊？什么亲人呢？通通都是浮云。陛下，陛下，大事不妙，周易闯入皇宫，直扑而来呀！陛下，慌什么？哼，来的正好。周叔叔，此处太过安静，小心有诈。什么？没人？那齐爹会去哪儿呢？时间可不等人啊！我刚刚看到外面有一道血光，直冲云天，鱼跃万丈，这肯定是我父皇在用血铸剑。万丈血光，糟了，那望京满城百姓必将遭殃啊！身为大齐天子，竟然如此残害自己的子民，这个暴君，我非要杀他以正乾坤不可！李丧江城未成，现在杀他，正是趁虚而入。走，等一等，怎么了？再不去杀他，机会可就难得了。我知道机会难得，但是望京满城百姓，少说也有100万之数，若放任不管，我怕望京城会变成一片草木皆枯的死域。可是，现在正是杀掉齐爹的最好时机，你要与他仇深似海，你当真要先去管跟自己毫无关系的凡夫俗子吗？我身为神剑之主，自当化神为佑，睦邻绝土，这望京的万民，我就定了。快，将军，我们都是平民，哪敢造反呢？你为什么要抓我们呢？少废话，陛下有旨，查抄望京13方，再敢多嘴，斩！哭有个屁用啊！你们嘴上哭说没造反，谁信呢？哟，这是你家闺女啊？不要将军，不要将军，不要将军，不要！你女儿涉嫌谋反，先要押往将军府受审，再敢帮反，那就是图谋。不要将军，住手！来者何人？以何为案？我们是为了请万民而来，放了他们，也得遭受血光之灾。就凭你们3、4个人，也敢跟我作对？强闯皇宫，一语行刺！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你们当真要拦我去路？玉衡剑，他就是玉衡剑主啊！完了，这人就是单挑5国剑主的周易。我有皇命在身，又是宰相之子，谁他娘的敢造次？上！
谅他也不敢还手。给的钱比天下还快。大人，别杀我！小的刚才眼中没看出来，否则也不会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？问你一句答一句，否则……大人尽管说，言无不尽。吉地已经抓了多少平民，又送去哪儿了？就是吧，望京全城百姓都被抓，而且还要送往太医吃，加上金玉品，已经100万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帮着那暴君杀光了全城平民，这屠刀会不会落在你的头上？放了这帮平民，让他们出城。大人，话虽如此，但陛下要献祭这100万人，我也不能违抗啊。再说，家父李之年还在陛下身边，若我敢抗命，家父不但要死，我李家也要满门抄斩。蠢货！吉地这个暴君，为了一己私欲，痛杀万民，他的皇位肯定是保不住了，你又何必怕他？哼！你不放人，现在就死！放！我这就放人。他娘的，你团个死也就死了，还给我充圣人，若无血迹，陛下怎能铸剑成神？老子又如何能赚够荣华富贵？不行，这个机会我绝不能放过！等到我关羽，老子跟你拼了！禁军统领李成东已死，禁军天令，立刻打开城门，释放万民，围剿杀无赦。大人，快请起！我父女二人今日多亏了大人，大人是为神剑之主，当真是百姓之福啊！老伯，城内危险，你们赶紧走吧。感谢的话，以后再说也不迟。好，我马上走。我要为大人立下长生牌位，永世供奉，不绝香火。走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前往太液池，阻止暴君起地，免得他为祸天下。陛下，周易放走了100万平民，这血池根本填不满啊！陛下，什么？好你个周易，胆敢坏朕的好事！不是，神殿落成只差一步了，可有什么良策？李丧剑只引鲜血，若无献祭，功亏一篑也只能是命中注定。你都走到今天这一步了，你跟朕说天命注定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！朕告诉你，你若想不出办法来，请入血池。办法当然有，就要看陛下有无魄力。快说！平民之血虽然资质平庸，但胜在为数众多。若要弥补，只能再挑大齐皇室之血，比如刚才的连皇后。无稽之谈，整个皇宫全被朕杀光了，到哪里去找皇室之血？你不会是想让朕亲自下去一成神剑吧？所以说，就要看陛下有无魄力。陛下，周易带领2名神剑主已经杀到殿外，恭请升短。什么？数字太猖狂了！朕进就去。暴君，休想得逞！8000禁军已被剿灭，100万平民也被救出城外。温君，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辰。就凭你们几个废物，真的以为能杀得了朕吗？告诉你们，称神长生之路，朕走定了。就算是天尊降临，也阻拦不了朕。父皇，你醒醒吧！你自己看一看，为了您一己私欲，你害死了多少无辜之人？先前您君临天下之时，不是发誓要成为千古明君，要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的吗？可现在呢？闭嘴！天下之事，在江湖之远，在庙堂之高，在朕的一念之间。你这个女儿身在这里胡说八道！你妄之不似人君，还敢妄言天下，荒谬！我身为神剑之主，手握玉衡，杀的就是你这样的暴君。不论是成神还是永生，你的朝阳大道终将被我一剑斩断。哇，好得很！玉衡剑问世之初，朕就领教过你的锋芒。现在，朕就跟你新仇旧账一起算吧。陛下，周易殿前放肆，老臣愿斩其头，乱其枝，让我大齐浩荡天威。好，上！遵旨。小子，老夫知道你是天纵之才，之前也有意拉拢过你，可是你不但不知好歹，反而却因为一群凡人杀老夫独子。你若不死，
敢消老夫心头之恨！李成东助纣为虐，万死不足以谢天下，那是他罪有应得。我说无应，受死吧！不是主，你对付这个暴君，这大隋交给我了，老死！重游修罗法阵，周易小心！周易，你不是神界之主吗？啊，就这点修为呀！朕虽然没有百般血气，但是朕还大齐国运护体。今天你注定要死在这里，死在朕的脚下。普通的血气绝对不会有这样的。你究竟做了什么？将死之人，朕懒得跟你废话。父皇，我母后呢？你是不是已经把她……没错，那个贱人，朕本来不想杀他的，但是他接二连三的阻拦禁军，非得去救那些跟他毫不相关的后宫嫔妃。你说这有啥办法呀？啊！所以这只能送他上路了。什么？你居然也杀了她？她可是我的亲生母亲，更是你的发妻。在你没有穿上龙袍之时，她就陪在你的身边，而来已有40余年。你怎么忍心下得去手啊？陪朕40余年，那他能陪朕4000年吗？啊！但是李僧坚可以，而且他的长生之力可以助朕成神，尊享天机。走火入魔！你疯了！你再也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父皇。庶子！没错，这是变了，变得更强大了，变得可以独断千古了。孩子，你知道吗？这没有登上皇位之前，受过多少屈辱，看过多少白眼吗？一母后，她是4世三姑，可朕呢？这当时算个屁呀！这不过是一个流浪街头的亡命剑客罢了。这也不是你本将仇报杀害我母亲的借口。借口？不，这杀人从来不找借口，不就是杀人吗？杀就杀了，有啥可遮遮掩掩的啊？朕就是想让你母后知道，想让全天下人都知道，朕不靠女人，不靠权贵，仍然可以成为裁断乾坤的超凡强者。杀了我，你孤家寡人去雪丘长生不灭吧。哎呀！孩子，对不起，但是真的只差你这最后一股皇室之血了。朕告诉你啊，等这身体练成了，那朕就成为了亘古未有的绝世强者，全身天道，万剑之主。住手！住手！找死！你们快走，此地危险。正如你所说，已经走火入魔，再也不是你的父皇，也再也别想劝他回心转意。走，往哪儿走啊？今天谁也走不出去。100千里，已经被人设成了通幽修罗的大阵。现在是上天无路，下地无门。暴君，你穷兵黩武，我楚国10万精锐皆因你而死，此等血海深仇，唯有你的项上人头，方可以解此恨。好大的口气！这个夜不夜我的杀上皇位，这自然是征战过南北，脚踏尸山血海，区区10万精锐。哎，你说你们楚国10万精锐，
真忘了，到底杀了哪些人？狗皇帝，我今日便要杀你祭天！糟了！陛下以血铸剑，杀尽10万平民，如今又有这妖女带来的10万冤魂，管不了这么多了。忘记这是一体集中的不虚，也比我们现在身首异处要来的好一些。你们岂可唯我作称，作恶多端？做对替天行道，为你们洗去一身冤孽。头驴，我先超度了你。你这个头驴竟然练有金刚不坏之身！两位大人，我一臂之力，可为陛下剪除此障碍。你们这些冤魂，每一个都是朕的手下败将，活着的时候不怕朕，死了还想伤朕，做梦！小心，这暴君铸造李桑剑，正是极阴形成。你手里的阴灵已经……就这，你堂堂楚国的神剑剑主，只会这点小花招？活该你们被朕连克7州13郡，杀死上千万人！狗皇帝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你如此草菅人命，必遭天谴！天谴？江河流地，日月旋转，全都在朕的旨意之内。朕命即天命，朕就是天谴。时也之死，周一也之，你连这道血气都挡不了，还想推死朕他呀？不战于野，其血三皇，不！六合剑法，你们好会帝王之术！事已至此，陛下还打算挣扎？周一，你居然拼着偷吃阳寿的代价也要杀朕，这就不明白了，你到底所求何物啊？这就是你最后的遗言？等等，朕走到今天，已经拥有了世间万物，你为何不能投靠朕？咱俩共治3界，岂不是裂土封王之美？封王非我意，但愿天下平。我呸！你少在朕面前装什么大圣人，这世上根本就没有甘愿为了苍生孤狼奔走的蠢货。说吧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朕可以全给你呀！你不懂的。陛下，血池已满，接剑快！哎，血池满了，怎么满的？这下完了，不但我们要死在这儿，整个天下都会变成人间炼狱的。朕的李桑剑练成了，原来只差朕的一点精血而已。周爷，谢谢你啊，你帮朕铸成了神剑。作为回报，朕让你成为第一个祭剑之人，如何呀？周易，还不谢恩？这对你可是万般殊荣啊！周施主，趁着这个暴君还没有熟练掌握李桑，赶快把他杀掉！国祚之辈，何不早死？周易，先前朕想招你为马前卒，你不识抬举，现在看来，没死而已。暴君本就实力强横，现在又有妖剑在身，我与云清姑娘又身受重伤，周施主，我也一样。周易，还不死心吗？照这样透支阳寿跟朕耗下去，迟早会油尽灯枯而死啊！我就算是死了，也是神剑之主，而你只不过是个抛妻弃子的孤家寡人，混账东西！大周易，你两世为人，全死在朕的剑下，现在有什么遗言？说说吧。我只恨当初拔出玉衡剑的时候，没有一剑杀了你。玉衡剑？哦，你倒是提醒朕了。好，等你死后，朕就集齐10柄神剑，永远镇在你的葬身之地，让你永世不得轮回，
眼睁睁的看着朕雄霸三界。啊，你周围怎么还有大量灵气呀？啊，你不会是现在顿悟提升境界吧？啊，未免也太晚了吧！这股力量，我怎么从来没有感受过？难道是那帮平民为我建起了长生碑，祈福聚气？呀！嘿，这是什么神通？居然如此澎湃！万剑之势，开天诀，周易顿悟剑法已通天道，这下有救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人到临死了还能顿悟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横江北斗，离泽九州，剑起！狗皇帝死了，令和剑法的开天使无坚不破，这个皇帝是被碎位击粉了吧？周易，朕还活着呢！啊，是人吗？开天使都弄不死他！朕真是没想到啊！朕低估你了，没想到你有如此强的战力。朕要把你制成星矢傀儡，你死了也要给朕当牛做马！不好，狗皇帝被李丧剑反噬，已经彻底成魔了。你们几个今天都得死在这里，都得成为朕的血池！国师，你怎么能背叛朕？陛下，你已经把齐国国运耗尽了，我们之间的交易也该作废了，留你无用了。不会的，我太其如此强盛。不，齐国早已病入膏肓，而民心也已在周易身上。假以时日，新的国运自然要庇护他了。什么？周易不可能是君主，朕才是真命天子！不可能！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这就是天谴。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！朕要杀了你！你精心谋划几十年，最终死在自己的剑下，也是罪有应得。大齐暴君已死，谁还不服？拜见大齐天子，拜见万剑之主。万，你就这么把皇位让给那个临安公主了？咱们现在要去哪儿？我本就没打算称帝，让就让呗。至于我们去哪儿，我总感觉齐帝还没死，这个世上肯定还有他的分身，我一定要把他们全都杀掉不可。那素清之前也帮过你，你怎么不带上他，非要带上我呀？这神机阁背后还有不少渊源，把他留在身边，肯定麻烦不断。将他镇压在天柱山之下，也算是最好的归宿。就没有别的原因了？哇，哇！